介紹一下我國中同學，耶！現在要烤豬肉是嗎？沒有，這只是預防起霧而已。待宰羔羊。那你等下就會看到它的鼻肉真的超級超級。好，那你就維持你要往前看的。他快要嚇死了。对，下巴低一點。对對對，好。右邊還這個畫面好像沒有很好看。哦，可以好燙。對，會熱熱的。像它是這邊的話就是明顯點心或明顯點，但你看這邊就完全連在一起。哇，好慘哦！但這個現在會有一點像那個快餐，會有點酸酸。如果真的过敏很厲害的人，也会。可以整条塞進去了。對啊，這個等下就會再一整條拿起來。但這邊比較酸哦，因為這邊是很腫的那一邊。哎，沒什麼感覺。好，辛苦了。往下面這個是下鼻甲，上面這個是中鼻甲。好，那跟鼻塞比較有關就是這個下半段。好，所以就是跟这個鼻中隔。這是我摳會摳得到的那個。你往外摳是摳這兩個，往中間摳會摳到這個，就是一片硬硬的那個是軟骨。這是純鏡頭哦。這就是鼻咽內視鏡，它是硬式。那如果說到頭去長庚或是去什麼要做軟式的話，會對不起，突然起霧，突然起霧。但一定不管怎樣都會比前好很多啦。OK。因為就是從幾乎為零變成可能還有就是至少這個鼻肉縮小光。我现在在象山站，然後我現在要走我10幾年前第一份工作的上班路徑，就是從象山捷運站走到聯合醫院的松德院區。但其實我是一個記性蠻差的人，所以我也不記得以前上班到底有沒有經過這個地方。哇，記性有點沒救。這次回來呢，就是因為我的前同事邀請我回來演講，分享澳洲跟台灣的職能治療的差異，還有我這幾年我自己的職業發展，時隔10幾年，再一次回到以前的醫院。我這邊要走哪裡？我需要看一下地圖。從這邊開始就是上坡路。我記得我以前上班快要遲到的時候，這段就要跑很快，然後進到辦公室之後就會超累的。以前的路感覺好像不是這個樣。有看到了松德院區。到了。你看弟弟呀，你怎么那么聪明呐？你怎么那么聰明？弟弟几岁的？这個誰？弟弟啊？他不想知道，應該知道。弟弟那是誰？弟弟是誰？恐怖，很恐怖。你这個晚上都在流血。哎呀！結果前幾天去弄完那個鼻子以後，鼻子塞了2天吶，基本上就是流鼻血流了大概24小時，但到今天就覺得全身舒暢多了。今天就是我們時隔1年半的野餐。今天天氣沒有到非常完美，但其實整體來說感覺還可以哦。主要是地板有點濕啦。對。其實它所以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美崙公園，
其實我們上一次是在天母運動公園，但是那個公園就沒有很理想，而且可能會有很多人在那邊活動之類的。然後現在這個公園我們很喜歡，就是因為呢，這邊就是廁所，這邊就是我們待會要去的草地，這邊就有兒童設施，然後呢，這邊就有 Seven， 我等下給你。整體來說非常理想。已經開始吃了，這是什麼？我想這是什麼？啊！有点冲击，有点不舒服。我之後就做了一個鼻孔的手術，下鼻甲微創手術啦。對，然後做完之後，基本上我噴鼻血噴了24小時。没有到噴啦，就是流而已，好不好？其實我出来的時候，醫生跟護士都特別跟我講說，你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如果你想要打噴嚏的話，你就嘴巴打開，你的氣壓會改變，你就不會這麼想打噴嚏嘛。然後我一走出那個手術室，那個氣溫一變，我就噗，然後我就噗，他已經包的那個紗布都是血，然後我就是走出去那個，我一走去，我想說趕緊拿個衛生紙出來，然後就是一邊處理的時候，然後那個其他的那個在等候手術的家屬。一直看着我這樣，說這個人剛剛是發生什麼事了？這樣子這一次這個手術可以解決我一些過敏的呼吸還有打呼的問題。然後也是因為他要做這個手術啦，所以就有一些時間是我弟帶小孩，所以整體來說就是我們的時間都塞得有點滿滿的這樣。對，然後切完之後，我就真的到今天呢，我才開始擤鼻涕，然後我才開始比較神志比較恢復一點的感覺。不然前幾天就有點行屍走肉。更慘的是他前幾天還不能抱小孩，因為太重，那個壓力會鼻血會流出來。我真的，他上面手術上面說不能提超過，就是不能提重物，然後他的重物的定義是超過3公斤。前2天有一次我還是就是不得已，我就把弟弟從我們家搬到樓下去。對，我搬到樓下去，我會摸我自己的流血。這麼那個哦？對，就是我也覺得還好吧，然後一摸就是。畢竟弟弟有10公斤。離3公斤有一點遠的啦。對，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回台灣，我覺得特別感受到一個最大的差異，就是我們每天都有太多選擇了，然後這些選擇會多到讓我們在育兒的時候，因為你需要一直選擇，所以會很耗能。你就例如說這3餐要吃什麼東西，你要自己煮還是要訂外送啊？還是要出去買？還是出去吃？對。然後如果你要其中一種的話，就除了煮之外，那煮要煮什麼？然後但其他之外，就是那要吃什麼？要訂什麼？就當我們生活在在這麼多選擇的狀態底下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我就覺得，反正育兒變成一件很複雜的事情。或者是例如說，如果我們要去一個地方，那我們是要搭計程車，還是要請家人載，還是我們要怎麼去？就是有時候這種太方便，好像在育兒上面，我覺得對我來說啊，就會比較沒有那種育兒生活的感覺。好像每天都是在完成一些事情，完成一些任務的感覺。因為你覺得一直在做決定，一直做決定，一直做決定。對，你一直在為你的小孩做決定這樣。而且我覺得這還有一個狀況，就是比如說，如果今天我是決定要就是搭捷運去，但搭捷運去他們的過程很鬧的話，你就會覺得為什麼剛不搭計程車就好？但是如果跟搭計程車的時候，你會想到可搭計程車很貴。對。但是如果我们在澳洲的時候，我們就只能開車，你就只能開車。對，你也沒有其他選項，你也走不到。所以如果開車它很鬧的時候，你就只會覺得就是它很鬧而已。所以簡單來說，就是爸媽不會檢討自己。對，所以我們真的會少了很多內耗跟那個消耗的狀態。你說或是例如說決定要出去吃飯，然後就他們很鬧，你就想說早知道我幹嘛不點外送在家裡吃？對，但是在澳洲就是我煮飯就給我安靜。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是蠻幸福的啦。我這次回來真的覺得就是很幸福。對，而且我覺得特別還有一個就是像我們現在帶小孩嘛，我們帶小孩其實我們還有多了很多幫手，也像是我爸媽他爸就蠻可以幫我們。當在這個狀態的時候，我覺得反而有時候帶小孩比較沒有真的這麼有帶小孩的感覺。我覺得那個感覺是蠻不一樣的。我覺得那個辛苦程度真的跟有後援真的差很多。我這次回來真的有特別就是幸福到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相對來說一體兩面，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當我們在澳洲帶小孩的時候，其實我們就也算是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就是一直在討論各種方案。我們的時間就是很固定，此时此刻不是你帶就是我帶，对，然后不是出去就是在家，沒有其他方法了。对，然後在家就是自己煮。其實有時候就是育兒生活，其實單純一點是蠻好的。我覺得應該是因為真的有太多好玩的事情，對，所以你就會覺得就是啊好啊，那就是可以跟這個人然後去吃什麼，跟這個人去哪裡啊，然後又可以怎樣，就你真的很容易揪到好玩的行程，所以你就會忍不住就會一直加。對，像是我們現在一天排個2個行程都覺得很 OK。我們現在一天大概有3個行程，但是其實最剛開始在我們來就是我們出發之前，我們大概原本我們是想說控制1天1個。但是反正就是剛好就這樣加，所以我們現在每天大概都有3個行程，對，就或者是他白天可能他1個我1個，然後晚上我們在一起1個，大部分都是這樣，對，就很常會是這樣，所以我們的那個行事曆就是滿滿的這樣子，對，我覺得就反而會需要刻意簡化一些事情啦。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你是在海外的家長的話，可能我們的育兒生活真的沒有在台灣這麼多彩多姿，但其實我覺得在心境上面，我覺得在海外其實是可以比較單純一點的。相對的，就是對台灣的家長來說，我覺得其實就是你們真的在一個很幸福的育兒的環境當中，對。但是如果你也會一直覺得你的心裡很浮躁，或者你的育兒上面覺得會有很多心煩意亂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的育兒太少空白的時間了。其實這個太少空白，其實就是來自太多選擇。對，那有時候我覺得帶小孩的世界就是很單純嘛，有時候一天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其實他們就可以很開心了，就是我反而覺得像黃熙最近就是一直在處於一個很躁動的狀態這樣，但是我們倒沒有刻意覺得是怎麼樣是不好啦，我心中自己會清楚知道這是短期的，所以我不會就是他不會長期是在一個這麼嗨這麼亢奮的狀態這樣，他現在就像是一個海綿一樣一直在吸收各種博大精深的台灣文化、台灣知識這樣，對，還有各種台灣的語言跟各種人這樣，對。但是我還是希望最終他的那個狀態，他是可以回到一個就是比較單純、比較安靜、比較空白的那個狀態。所以我覺得在台灣家長其實可以給小孩多一點空白的時間這樣。我講到的第2個就是台灣跟澳洲的育兒環境的差異，我覺得其實在台灣真的。有小孩的人真的是某一種少數民族的感覺，我覺得就有點像是我們在海外，台灣人其實也不是一個多數的感覺。其實當我們就把我們自己有小孩當成是一個少數民族的時候，你就會很自然而然的知道，其實別人是沒有義務理解跟同理你的。在澳洲就是一個很多元的文化嘛，的地方，所以就會有印度人。像我們華人也有中國人、馬來西亞人、新加坡人，然後可能印尼華僑、越南的華僑、台灣人，就這麼多的人，然後更比如說有白人啊、歐洲，白人還有很多的，白人也有分就是英國人、歐洲人。我覺得其實每一個種族之間的那個隔閡其實是肉眼可見的、很明顯的，就是你一看就知道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啊。对，雖然我們在同一個地方生活，就像是我們去學校的時候。然後老師只要是看到是我，就不會跟我說 How are you，他就跟我說 Good morning， 因為他知道我說 How are you 可能沒有到這麼的自在，就他也不會想覺得我需要跟我多聊聊什麼。白人老師對白人家長，他們彼此之間就會彼此想聊一下，因為他們就很習慣這種 small talk，對，但他們根本就是很有禮貌的 Good morning。然後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舒服的界限。然後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每次我去買酒的時候，只要他的店員不是華人，他一定會跟我要 ID。他就真的看不出來。對，有一次我背着黃熙在我脖子上面，然後我去買酒，然後是個印度的女生，她說 You have your ID？ Are you serious？ 然後她說 Yeah。那時候我就蠻不爽，然後我就說，就是我已經超過30歲了，我覺得那一次是讓我印象很深刻，我很不爽的一次，這樣。然後反正後來我就有問了一個白人的朋友，問他說：“你們是真的看不出來我們的年紀嗎？”他說：“對，我們真的完全看不出來。40歲的人可能他也分不出來他是不是18歲以下。”可就像我很多家長知道，就是我2個小孩的時候，也都還蠻驚訝的。他們就覺得我看起來好像剛畢業沒多久。對，是不是你已經？我就學會了，我就對這件事情，其實我已經沒有情緒了。講回來，我覺得在台灣的父母也是。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期待別人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你需要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別人沒有辦法馬上理解說為什麼我們的小孩就是會鬧、會哭、會亂跑。為什麼我們就是沒辦法馬上叫他們安靜？就如同我们會欣賞別的種族的文化一樣，我覺得或許我們也可以努力讓沒有小孩的人可以欣賞我們跟小孩子之間的互動。就是他們真的可以知道我們是有在善待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他們有這些行為，其實都是正常，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不是就是放任他在那邊，然後要大家來同理，要大家來理解你這樣。當然我相信，其實不友善的人或者是帶有惡意的人，我覺得一定是有的。但就像是我們在澳洲，我覺得難免嘛，就是會有一些就是對於別的種族不是這麼友善的白人，我們也沒有必要對他就是生氣或者是不高興這樣，就是這就是他的選擇。對，那我覺得在台灣其實也是，就是如果有些人就是對小孩就是不友善，我覺得其實是完全無所謂的，那就是他的選擇。對，但是我們確實我們是可以努力讓不了解、不認識我們這個種族的人，可以更多了解我們這樣子。聊回昨天的那個野餐的那個活動，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我會有點疑慮辦在天母運動公園，就是因為預估可能會有大概100個人來，那如果來了100個人的話，那如果在天母運動公園，它就會是有一點顯眼，然後有一點佔空間的一個群體這樣子。然後特別是大家要一起在野餐的時候，對我來說我會有點壓力，就是我不希望我們這樣子的種族的人會造成別人的困擾，或者造成其他的公園使用者的困擾。我覺得我昨天就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虽然以大台北地區來說，帶小孩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可以說是困難重重，但確實可以有這個20-30個家庭，我們是可以一起取暖嘛，分享一些對我們來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可能平常我們都很難找到可以跟我們聊這些的人。就我就覺得同溫層其實真的蠻重要的。就像昨天我就會因為大部分的家庭的小孩就是跟我們的小孩的年紀是差不多的。然後一方面因為我們的社群就是0到8歲小孩的家長跟家庭嘛，然後我就覺得當這個同質性是很高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雖然我們都從來沒有實體的見過面，然後甚至其實我們也都不知道到底是誰會來，一見如故的感覺。但是你就會覺得，我們的世界是很接近的，就很好聊。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就是我真的觉得就大家很讚的一個地方，就是大家準備的交換禮物都超級用心的，絕對超過250塊，絕對超過250，大家多花錢。對，就像黃熙他收到的一個是繪本，然後它是一個講情緒的繪本，我就覺得我是個超讚的禮物，就很適合他。馬上呢生氣的一眼。當這個群體是同質性很高的時候，我就特別是這個階段的爸媽，我覺得同溫層真的很重要。對，然後我就覺得就是我之所以我會一張照片都沒有拍，就是我就觉得其實我在那個當下我是很開心的，很享受的。對，然後像那時候就是剛開始，就是有一些剛開始就大家就是陸陸續續來吧，可是前面大家都還微害羞這樣子，然後但是就有一個家庭，就是他們就很好心，然後也非常聰明的，就他們就準備了2支泡泡槍，就小孩就可以在那個小山坡上面，然後玩泡泡槍，然後小孩就默默的就被就熱絡起來。對，然後就突然就很。我是從头到尾幾乎沒有什麼在我們自己的那個野餐墊上。這種很正向的感覺，我覺得對於當爸媽來說，我覺得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覺得對小孩來說，我覺得是很好的。因為我覺得可能對我們自己爸媽來說，我們當然知道，可能就是這個社會對於小孩並不是這麼友善。可是我覺得可以讓小孩感覺到是有一個地方、有一個空間、有一群人、有一個社群是我可以很開心的玩的。然後我覺得這種可以讓小孩安心長大、開心長大這種感覺，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這樣，對，所以我覺得第3點應該是台灣跟澳洲的差別，就是澳洲其實家長真的都很容易組成這種小小自助會的感覺，因為育兒太辛苦了，大家會自己組成這種自助會，所以我們就很容易會變成一個社群。那我覺得在台灣真的好像大家比較沒有在這麼做，好像都有點是為了共學這個目的才聚集在一起。但其實我覺得這種社群其實是只是單純因為我們在一起帶小孩會比較輕鬆，所以我們聚集在一起。當我自己在台灣的時候，我覺得我也會遇到一個情況，可能就是你也會遇到的情況。其實大部分你的朋友都還是會是你可能學生時期的那個朋友，可是可能大部分人都還沒有生小孩。對，所以可能所以就說我們真的是少數族群。所以我覺得就會變得好像在台灣就會需要刻意的經營一個新的這個群體。對，你就需要刻意的加入，因為可能原本你的
朋友圈，就是大家都會開始有人生是在不同的階段上面這樣子。有些人還沒結婚，有些人結婚了沒小孩，但是有些人結婚了有小孩這樣子。我們辦野餐的最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希望可以讓居住在比較接近區域的爸媽可以形成這樣子的團體，這樣。對，所以一方面就是我們會在線上，我们會分享一些我們的觀點啊，但是我們其實更希望的是，就是大家可以多運用這個社群，可以私下揪團，對啊，然後找到你的同溫層，對啊，就希望大家昨天是真的有交到一些你覺得頻率蠻接近的家長，然後可能小孩的年紀也跟你差不多，就是一起帶小孩，小孩自己會去玩，我覺得真的省力超級多的。而且我覺得你可以分享很多你们觀察到的不同的、收集到的不同的資訊，我覺得這其實也蠻有幫助的。我覺得說實在，像目前這個社群，它實際要提供什麼東西，我覺得我們是大概有一個方向，但是還沒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畫面，這樣還在決定中。對，還在決定中。但是我覺得一定有的，就是我們一定覺得很想要的那個元素，其實就是大家真的是可以一起取暖，然後大家在台灣或者是海外，大家真的可以一起帶小孩。就是如果有這個畫面，然後大家每周大家看我們這個包括共學團在北中南都有好幾團的話，我覺得這會是一個讓我們覺得很開心的事。就比如說台北市這一團這周在哪裡，然後台中市，可能士林區有一團啊，新店區有一團啊，這樣。對，哇，這真的很完美。對，我覺得如果是這樣，這個是我們心中理想的畫面。雖然我們目前在墨爾本就是加入不了台灣的，但我們在墨爾本也可以。我們也會注意對我們的啦。對，我覺得這個就是真的共學團的最終極的畫面，實際的樣子。一開始其實我們取這個名字的時候，其實我是想的是世界共學團，那聽起來就很無聊，像世界展望會的感覺，是嗎？但是其實我的概念其實就是我們雖然會受到時間跟空間的限制，但是其實我們在全世界我們都可以享有共同的育兒價值觀，甚至當我們有一些困難的時候，我们都可以回到這個社群裡面。所以雖然我們沒辦法實體的一起帶小孩，但是當你覺得你孤單，你覺得憂鬱，或者是你覺得在帶小孩上面有什麼困境的時候，你真的都可以回到這個地方。可能不一定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但希望這個地方可以接得住你。對，我覺得這也是當初我在家帶弟弟的時候，我覺得我很需要的東西。所以特別，如果你是覺得需要一些陪伴的，歡迎加入。希望這裡可以有個方法可以幫助到你。那剩下就是台中、高雄見哦。對啊 ，OK，拜。